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命魂曹操。曹操的命魂忌讳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对每一个敌方武将都重复施加10次，随机罪兆类异常状态的其中一种。这已经是泼脏水的最新天花板，效果非常逆天。白泽最多也只能对随机武将施加8种异常状态，但命魂曹操的一个命魂技就可以给每一位敌方武将都附上10种异常状态。一队6个人，总计就是60种异常状态，真的非常可怕。罪兆类的异常状态一共有7种，第一种是使怒气恢复有 15% 概率失效，这会影响到后续 SP 诸葛亮可吸收的怒气。第二种是受到怒攻后，会额外受到曹操 10% 攻击力的真伤，这让曹操有了借队友的怒攻来打真伤的能力。第三种会使最大生命降低 10%。第四种会使释放怒攻后被眩晕1回合，生效后减少1层，这个非常克制对面的义攻武将。第五种会增加攻击失手的概率 10%， 这个也很克制义攻的武将。第六种会使增减伤和最终增减伤降低 30%， 这是很好的双减攻和双减防技能，可以有效地拉开双方在属性上的差距。第7种会使怒气消耗增加200点，这个大概是7种罪兆里唯一没有作用的异常状态了，因为在 SP 诸葛亮的机制下，现在已经无法直接透过怒气来释放怒攻。罪兆中的每一种异常状态最多都只能叠加2层，效果只会持续2回合。由于叠满的效果不会再叠加，所以在10次罪兆都命中的情况下，每一个武将最少也会有5种罪兆状态。至于能幸免掉哪一种罪兆，那就全凭运气了。另外，命魂技也给了曹操在第2回合可以将所施加的异常状态升级为衰弱类异常状态的能力。衰弱类的异常状态会无视抵抗和免疫，也就是避中的意思。命魂曹操的怒攻本来就有给敌方全体武将施加攻击、防御、最终增伤和最终减伤降低的效果，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，而且还可以叠加3次。有了衰弱的升级效果后，这些减益就必定会全部命中，再次增加了双方在攻防属性上的差异。3阶命魂是光环效果，会提升我方全体格挡率 10% 和灵宠免伤 60%。台服在圣物的加强下，灵宠在战斗后期的伤害还是蛮痛的，所以有了命魂曹操的光环后，就可以大量减少灵宠造成的伤害了。光环的第2个能力会使魏国或群雄武将每成功施加3次异常状态，就恢复10点命魂值，最多触发5次。这个命魂曹操自己就可以一手包办，快速的去提升自身队伍的命魂值。这应该是续命魂孙尚香后第2个能回命魂值的武将。命魂曹操释放命魂技后，我方全体都会获得一个可持续2回合的拨乱效果。拨乱也会将施加的异常状态升级为衰弱状态，并且还会再次将它升级，使敌方无法清除也无法转移这些异常状态。这将会是有史以来异常状态最强势的一个版本，效果必定命中，而且也无法被清除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第2回合才能启动。光环的第3个效果会使我方对罪兆不少于4种的敌方单位造成超过其最大生命值 5% 的伤害时，敌方身上没有一个异常状态，就会额外造成命魂曹操最大生命值 2% 的真实伤害，最多不超过曹操最大生命值的 70%。而且命魂曹操造成的真伤还可以无视格挡和护盾，以下简称曹老板真伤，每回合对每个目标最多触发2次。曹老板真伤的2个触发条件都不难达成，只要你的异常命中没有低到只能命中6个罪兆，那么敌方身上就必定会有4个罪兆。命魂法正的缩写是 6%， 而曹老板真伤的触发条件是大于 5%， 所以法正的缩写也无法阻止真伤触发，只要你的伤害够就行了。有了命魂曹操后，就可以利用曹老板真伤来打2段伤害，快速将对面的血量线压低到斩杀线之下。光环的第4个能力会使曹老板真伤触发时，
若该伤害大于目标最大生命值的20%，就可以直接解除它的无勇效果，每回合最多触发一次。无勇是 SP 关羽的缩写效果。曹老板真伤的伤害是看异常状态的数量而定的，先假设双方的最大生命是一样的，那么只要目标身上有10种异常状态，曹老板真伤就可以解除掉目标的缩写。以命魂曹操现在能泼脏水的数量，6名敌方武将里必定有人会被解除掉缩写。光环的最后一个能力是一个会使治疗失效恢复30%的一个效果。若触发的是魏国或群雄武将，则效果提升30%；若触发的是防御型或辅助武将，则效果再提升30%。这个能力可以用来对抗命魂马超和命魂法正的治疗失效。5阶命魂会同时提升曹操的命魂技和光环效果。命魂技会直接对敌方全体施加全部7种罪兆，每中2层，持续2回合。真不愧是曹老板，这是直接开挂了。7种罪兆一共14层，全泼你脸上，你全都要，没商量。除此之外，命魂技还会额外降低敌方全体武将50%最终爆击率与最终抗爆率，持续至战斗结束。这边又多了2种异常状态。随着破异常状态数量的增加，5阶命魂曹操触发真伤和解除锁血的稳定性都会获得提升，而且真伤的伤害也会获得提升。不过降低最终暴击和最终抗爆的效果，双方只会触发一次。谁先释放曹操的命魂技，另一边的命魂技就不会再有这个效果。所以曹操的命魂技是一定要摆在第一个的。由于高战能先行动，所以在抢先释放命魂技上也会有优势。如果想打破后手劣势，就会需要第1期传世风物质的战斗技能镇压邪祟来扭转局面。谁的星数高，谁的命魂值就可以恢复得更快。若是以后还有一堆这种只有先放命魂技才会触发的效果，那么镇压邪祟就会越来越重要。所以趁现在传世风物质活动还在，就赶紧抽一抽吧。5阶的第2个效果会在第2回合开始后才生效。只要全队每施加15次异常状态，命魂曹操就会释放1次怒攻，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。从这个次数限定来看，应该是不难触发的。现在只要是有能力脱离 SP 诸葛亮的机制去释放怒攻的技能，都是很珍贵的。接下来就是对命魂光环的提升，全队格挡率会从 10% 提升至 15%， 灵虫免伤会从 60% 提升至 90%。曹老板真伤的伤害也会从一个异常状态 2% 变成 3%， 这样命魂技的9个异常状态就可以稳稳地破解锁血了。曹老板真伤的最大伤害也会从 70% 提升至 100%。每回合对每个目标可以触发的次数也会从2次提升到5次之多。清除锁血的能力也会从每回合只能触发1次，变成没有触发限制。这么一来，命魂曹操想在第1回合就将对面的锁血全部清掉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最后是光环新增的一个效果，会让命魂曹操的怒攻可以无条件附带曹老板真伤，但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。这刚好也是命魂曹操能靠全队施加异常状态来额外触发的怒攻次数。有了这个能力，命魂曹操的输出就会变得更高了。最后来给命魂曹操下一个总结：3红能用，但要5红才会变态。命魂法正加命魂曹操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流行组合，有他们俩在的队伍，在锁血和压血的能力上都会有很大的优势。命魂曹操将会成为最新的人权，所以是必抽的。不过饕餮的抢先现世还是会对命魂曹操造成一些影响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它会让3红曹操变得不稳定，将命魂曹操的使用门槛直接提升到了5红。由于命魂曹操很快就会被 SP 陆逊给克制，所以在一线队伍的使用时间并不会太长。不过命魂曹操在魔窟的表现还是很优异的，所以大家就自行决定抽不抽吧。
饕餮提前现世，并不会让命魂曹操变成冥婚曹操，但精卫的迟到却有可能会让命魂马超可以再活一世。所以命魂马超还要不要补，大家就先等大佬实测后再来决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